歡迎收睇今日泰國，我係 AI 主播 Queen。今日係11月26號星期三。焦點新聞鎖定南部水災，宋卡府合艾市掛起紅旗警報，過百個社區需要緊急撤離。交通方面，往返南部嘅火車服務已經暫停。另外，警方雷霆掃蕩詐騙集團，拘捕超過300人。外交部亦都證實一宗泰國情侶被押去柬埔寨，釀成1死1失蹤嘅慘劇。其他消息仲有，內閣通過太陽能屋頂扣稅優惠，以及副總理準備同中國簽署大米貿易協議。即刻同大家跟進咗詳細嘅報導。綜合泰國多間媒體報導，南部宋卡府嘅災情已經進入緊急狀態。合艾市政府正式升掛最高級別嘅紅旗警報，下令全市103個社區嘅居民必須立即撤離到安全地點。數據顯示，過去幾日嘅累積雨量接近600毫米，已經超越咗2010年大水災嘅紀錄。市長警告，由於市內運河不勝負荷，需要泄洪，市中心嘅水浸情況將會更加嚴重。交通方面，泰國國家鐵路局宣布，因為路軌被淹沒，目前有22班往返南部嘅火車被迫取消，包括曼谷來往合艾同亦都拉府嘅特快列車。救援方面，除咗海軍出動之外，有醫院因為燃料短缺，需要緊急轉移重症病人。氣象部門預測大雨帶正向南移動，呼籲北大年、亦都拉同陶公府嘅居民要做好防災準備。泰國南部宋卡府爆發嚴重水災，導致超過1000名遊客滯留咗合艾國際機場同市內嘅酒店。泰國旅遊與體育部部長阿塔公證實，由於洪水切斷咗通往市中心嘅主要道路，令到大批抵達嘅旅客無法離開機場。機場方面，目前已經向滯留人士派發食物、食水同生活必需品。軍方同皇家灌溉廳亦都派出大型貨車協助接載民眾往返機場同安全地點。雖然周邊道路受阻，但合艾機場目前仍然維持開放。旅遊部門透露，市內有大約30間酒店向政府求助，急需數以千計嘅食物飯盒供應俾受困嘅遊客。宋卡府府尹拉塔薩表示，當地紅十字會每日會準備2萬份飯盒，分發俾所有受影響嘅災民。當局估計，今次洪災影響超過46萬人。如果大雨減退，情況有望喺幾日內改善。泰國東北部呵溝府近日氣溫下降，果空拉查島動物園為咗保障動物健康，特別採取咗一系列嘅保暖措施。園方表示，工作人員已經喺動物棲息地鋪設乾草同麻包袋，為動物提供額外嘅溫暖。針對特別怕凍嘅爬行類動物，例如蟒蛇，園方安裝咗特製嘅紅外線保暖燈。最特別嘅係，工作人員仲會定期安排大型蟒蛇浸溫水浴，幫助佢哋調節體溫，對抗寒流。動物園園長指出，園內有超過700隻爬行動物，加上部分嚟自非洲嘅物種唔適應低溫，所以必須加強防風同保暖設備。獸醫團隊目前正密切監察動物嘅健康狀況，並且為初生同患病嘅動物設立嘅特別護理區，防止佢哋嘅冬天生病。泰國內閣通過最新政策，為鼓勵市民使用清潔能源，決定向安裝家用太陽能屋頂嘅人士提供稅務減免。能源部長奧塔波宣布，凡係投資安裝太陽能屋頂嘅個人，可以喺年度應課稅收入入邊扣除最高20萬泰銖。呢項措施將會喺皇家公報刊登後正式生效，有效期一直去到2028年年底。除咗扣稅之外，市民仲可以透過淨計費計劃，將用剩嘅太陽能電力賣翻俾電力局。不過目前嘅收購價係每度電2.2泰銖，比市面電費大約4泰銖低。計劃適用於發電容量唔超過10千瓦嘅住宅系統，合約期最長10年。至於外界一直爭取，希望可以用市價全額抵消電費嘅淨計量方案，政府表示仍然考慮緊。泰國醫學界發布最新數據，指出目前泰國有超過70萬名吸煙人士患有糖尿病。值得注意嘅係，數據顯示當中有接近一半嘅人係完全唔知自己已經患病。醫生解釋，吸煙會令患糖尿病嘅風險增加3至4成。如果患者本身有糖尿病再吸煙，血糖會更難控制，並且會加速引致心臟病、腎衰竭或者視力受損等等嘅嚴重併發症。專家指出，好多煙民往往等到血管急
急速惡化，出現中風或者器官功能衰退先至發現問題。建議吸煙人士應該定期進行身體檢查。泰國外交部承諾將會向被販運到柬埔寨嘅國民提供最迅速嘅緊急協助。事源最近發生咗一宗令人心痛嘅案件，一對年輕嘅泰國情侶被騙徒以高薪工作引誘到柬埔寨波貝。據報，當中嘅男朋友慘遭詐騙集團電擊致死，而女朋友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外交部長西哈薩針對事件回應，指外交部正同柬埔寨當局以及泰國駐暹粒領事館緊密協調，全力追蹤受害者嘅下落。佢強調，一旦收到求助報告，當局會即時採取行動，而處理遇難者遺體運送更加係首要任務。協助家屬嘅志願救援人員塔馬納透露，男死者生前曾經支付40萬泰銖贖金，但係被集團勒索更多金錢，最終因為嘗試向移民局求助而被殺害。家屬只收到消息，失蹤嘅女朋友已經被轉賣到另一個犯罪集團，目前情況危急，救援人員已經向警方提交證據，要求徹查涉案嘅販運網絡。泰國移民局宣布將會嚴厲打擊濫用免簽證政策嘅外國人，特別係嗰啲頻繁出入境而延長逗留時間嘅人士。移民局副局長切恩龍少將指出，當局發現有部分外國人利用免簽政策連續多次入境，有冇甚至連續做咗7次簽證跑，累積逗留超過200日。官員將會重點盤查連續第3次入境，而且每次逗留時間都好長嘅旅客。如果你上一次逗留超過45日，再次入境嘅時候將會面臨嚴格審查。切恩龍解釋，呢類人通常唔係真遊客，好大機會係喺泰國非法工作或者經營生意。加上鄰國近期嚴打詐騙集團，泰國擔心有不法分子利用免簽漏洞轉移陣地。對於網上有傳言指行動係針對中國嘅遊客，移民局澄清絕無其事，強調措施對所有國籍一視同仁，只要係真正嘅旅客，能夠提供明確嘅行程同住宿資料，依然會受到泰國歡迎。泰國警方展開代號 SafeFed 喺全國性執法行動，而即係閃電行動，重點打擊電信詐騙同埋非法嘅人頭銀行戶口。行動由11月中開始，截至目前為止，警方已經拘捕咗339名疑犯，當中超過200人承認開立嘅人頭戶口，供犯罪集團洗黑錢。警方網絡犯罪打擊中心副主任吉拉波普中將指出，自從2022年起，泰國接獲嘅網上詐騙投訴超過100萬宗，涉及金額高達1000億泰銖。喺今次行動入面，警方亦都偵破咗多宗大案，包括喺曼谷拘捕咗15個外國人，佢哋涉嫌營運虛假嘅加密貨幣平台去呃人。另外喺泰國東北部邊境，亦都搜獲大批用嚟發送詐騙短信嘅 SIM-box 儀器。警方強調，人頭戶口係詐騙集團嘅命脈，當局會繼續由源頭打擊，瓦解呢啲招募網絡。泰國外交部證實，副總理阿魯廷將會喺12月14號喺曼谷會見中國總理李強，雙方預計會喺湄公河至瀾滄江合作論壇期間簽署一份重要嘅諒解備忘錄，落實泰國向中國出售50萬噸大米嘅協議。外交部長西哈薩表示，今次會面嘅焦點將會集中喺大米貿易。目前雙方官員正就協議嘅最後細節進行磋商。除咗中國市場，泰國稻米廳亦積極開拓日本市場。廳長阿南最近同日本官員會面，商討推廣泰國低碳大米。由於日本近年重視環保同氣候變化，對於採用乾濕交替灌溉法種植嘅環保大米需求亦都不斷上升。泰國政府期望透過推廣低碳耕作，一方面減少農業碳排放，同時提升泰國大米嘅國際市場嘅競爭力。以上就係今日泰國嘅新聞。如果你想持續緊貼泰國最新局勢，記得訂閱頻道、like 同 share 影片支持我哋。你亦都可以考慮加入頻道會員，又或者喺 Patreon 支持我哋，幫助我哋製作更多高質內容。而家我哋都開放咗商戶廣告欄位，每次出新聞都可以連同你嘅廣告帶俾潛在客戶。歡迎各位 email 聯絡洽談。多謝大家收睇今日泰國，我哋下集再見，拜拜。